39首。我
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你们应当弹起称谢耶和华，用诗弦瑟歌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多诚实。他喜爱仁义公平，天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我们再来唱诗歌第96首。对不起97。江南诗选87首。
小子们哪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依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愿听见神话语的，并领受他话语的弟兄姐妹，都得到神的赐福。现在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121首，求主引领。我
们在天上伟大的父神，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您祷告祈求，恳求您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。在这里，你亲自来掌权作王，你亲自带领保守，你亲自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们。无论在哪里，有你的平安和福音同在。求你按着每位弟兄姊妹们的需要，一一的赏赐给他们，让弟兄姊妹们在你的恩典之中，不受到周围任何环境的干扰，能够专心一意的来侍奉你。在每一个主日的，我们更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在这里仰望神你的话语，让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来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加添给我们的力量。将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平安。我们今天这个题目，其实从旧约开始就一直在讲这个遵守神的命令。那么我们再回到耶稣所讲的话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。这条新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记载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是要你们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我们在周报上面有在录还有发现。在神所定的律例、典章、训词里面，我们看到从旧约生命记就一直在讲，从创世纪一直在提醒，有多少人能够注意到说，我们应该遵守神的命令怎么去做？到了出埃及记，才真正的又定下了十诫。这十诫让人有律可循，让人在我们心中能够想到说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走？有很多人做事情都是凭着良心，凭着良心。对，这句话非常好。什么叫良心？良就是好的，就是正确的，就是义的。但是多少人把良心能够分析得清清楚楚？我们来看良心两个字，中国人喜欢用这个良心来讲，可是真正的良心在哪里？有人甚至骂人说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，但是这良心确实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里，这一段圣经很小的这一段经节，讲了3次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在神面前，若不受到责备，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若是可以安稳，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，我们来看看这讲到3次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想想看，神是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真的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稳吗？你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讲一大堆的理由，没有错，非常好，你理由非常充分。可是到了神的面前，这理由可能就不成理由了。甚至在现实的社会，不只是你心，不止你所想的，还要合逻辑。很多事情不合逻辑，根本人不采信你。你道理一大篇的，讲到后来却什么都不是，这是最难的地方。曾经读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名言：实践是实验理论的真理。我想老弟兄非常清楚，对不对？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。我们这里看到，你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。我们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、逻辑，我们可以找出来，可是你没有实践，在行为上你没有做出来。重点，这个行为还是要诚实。讲到这诚实的时候就很难，很多人做事情很难诚实的。可是我们看耶稣跟我们讲话都是实实在在，他从来不马马虎虎的。我们能够诚实吗？我们对神能够诚实吗？我不要说你对别人，我们对神就好了，因为你看不见。圣经上记载非常清楚，你那看得见的，你都做不到了，
那么如果在那看不见的，你怎么做得到？你看不见的，你更不会去考虑它。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只看着眼前，我看得见的，我跟你讲；在目前的，我跟你讲，背后人讲坏话讲的太多了，闲言闲语太多了，因为那是看不见的关系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总要在什么行为上和诚实上，而不是在舌头上，而不是在言语上而已。我们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这是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很明白的告诉我们，神怎么样爱我们，也要我们怎么彼此相爱。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话，我们看见了旧约所记载，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一直在告诉我们。我们到了生命记，到了利未记，我们来看一本书，旧约从摩西已经看到的，都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。我们这里看到遵守神命令，我们多少人做到？我们多少人可以做到？这是重点的，你可以做到吗？我们做得到吗？先问问自己。所以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耍。很多人很会讲，很多人道理很多，很聪明，可是缺乏的就是智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智慧上，我们应该应用到什么样？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耶稣怎么告诉我们。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四福音书都说得很清楚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、尽心爱神你的主。”接着说什么？要爱邻舍如自己。为什么圣经讲的爱让我们觉得非常难？这个爱，我们再一次的思考一下，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？耶稣所讲的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的爱，是什么样的爱？牺牲的爱。这个爱是牺牲的爱，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出来的，是把自己摆在神面前的，是把自己在别人面前能够不计较任何的利益，我们只为了帮助人所做出来的那真正的爱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做给你们了，我做给你们看，你们也要照着这么来做。”主耶稣爱我们，甚至舍了他的命。我们可以爱弟兄做到这样吗？当然没有要求这么严格。可是江湖上很多人是可以怎么样呢？为了爱他的兄弟，他可以什么为兄弟两肋插刀啊？这没关系，我为兄弟死。我说你倒霉，笨！人家还活着享受的，你自己要死吗？是是你找的吗？自找的啊！江湖义气，这个没有用的。你真正一个爱人的时候，应该用正面的，用好的方面。我们一听江湖就知道，当然不是正派的。那当然他要怎么做，他要死，跟我们是没关系。可是这就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，我们生存的空间有很大的影响。曾经多少年前，10几年前我还没来的时候，这里闹得风风雨雨的，华人杀华人的，真是杀的是让人心寒。我当时在圣保罗的时候，来这里的前2年要发生这样的事，但是我还在继续工作。那要我说进去就查这个案子，我一口回绝的指令。我们指挥官就告诉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去查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要这个工作可以吗？我宁愿离开这个工作，我不要去查。查下来什么都是自己的，都是中国人，我也知道都是中国人，可是我就狠不下这个心，我下不了手，我宁愿我离开。所以我当时决定离开军警，不再在军警工作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在这种混乱的社会，在这种险恶的社会中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临到我们头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坚持？这个爱不是叫你随随便便的，不是那情欲的爱，
不是那个个人需求的爱，而是一种真正的爱。神怎么样做给我们看的，牺牲的爱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，为了拯救世人，是神差派他来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真正得救；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才会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从约翰一书的1章、2章、3章到现在来，我们来看到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必定要住在神的里面。可是很多人不住在神的里面，经常到外面去乱跑的。所以耶稣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：“我有99只羊，有100只羊，一只走失了，我要找回来。90只在羊圈里面的，99只在羊圈里面的，一只在外面的，他必定要找回来。”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，耶稣所说的，要把那失落的再找回来，这是一种爱。他绝对不愿一个流失，他绝对不愿一个在外面，还要全部把它找到里面来，要我们住在神的里面。所以约翰福音14章15、16、17都讲到：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；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这种理论好像很不合逻辑，可是很多人在这上面没有办法理解到说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。简单的我来介绍一下，曾经讲过，父在我里面，请问你怎么理解到你父亲在你里面？我们以自己身体来讲的话，你父亲在你里面吗？当然没有，可是我却说当然有。请问你流的血是谁的血？哪里来的？这不是你父亲来的吗？所以父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们的祖先的血就流在我们身上。我在父里面，好像不可能吧？当然是在父里面了。请问你姓什么？孝人姓李，你爸爸姓什么？当然姓李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姓李，你当然姓李，那你不在父里面。刚才是父在你里面，因为他的血流在你身上。我们现在在父里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信父亲的信，我不信别人的信。OK， 很简单的，我们现在受洗了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把我们的枝子接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我们流着耶稣基督的血，那我们是什么？耶稣在我们里面。好，今天我们讲说我是基督徒，当然你是基督徒了。那基督徒是什么？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，你是属神的儿女，所以你成为什么？你在父里面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，我们以人的构造来讲，我们在父里面，父在我们里面，这是很简单的理论。所以合不合逻辑？我们从这个理论来看，就合逻辑的。喜欢找逻辑的，就可以明白，这确实是真正的根据，没有别的。所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就住在神的里面，为什么神住在我里面，我怎么能明白神真的在我里面？因为从你的良心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在神的面前站得稳吗？你在别人面前站得稳，是的，可是在神的面前站得稳吗？所以这个从后面又看到前面了，我们才明白说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，我们的心不责备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义人。要做到完全不责备，当然不容易。人非圣人，孰能无过？我们都不是圣人，即使圣人也有错。在中国所传说的这么多几个圣人，我们不管是老子、庄子、不管是墨子、颜子，我们不管什么子啊，反正这些子哪一个没错？我们可以找出来他们的缺点。如果你去找那些古书来研究的话，可以找到他们的缺点。可能也没时间去读这些书了，不像我们以前没有别的，也没有电话，没有手机的，我们只有读书。我对读书也特别有兴趣的啊，所以这些书我读的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非常好。
就像我刚才跟瓦弟兄说，跟儿子一起读箴言，一样的。你把圣经拿来读的时候，你多读几遍，你能读得出来。吃东西也一样的，你囫囵吞的不晓得什么味道，反正吞下去了嘛。吃饭就吃饭嘛，吞下去就好了嘛。有的人就细细的品尝，慢慢的嚼，嚼出味道来。你看这里面有放酱，这里有葱，这里有什么，讲得出来。当你读圣经能够把里面的味道嚼出来的时候，那你才是真正的在读圣经。如果我们读圣经就像囫囵吞一样的一路过去的，我们没有感觉到味道。我们在读圣经，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读圣经其实很少。我们如果每天能够读10章最少的话，一年你最少有读1遍的机会，其实是1遍，很有充裕的时间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继续读，我希望我们圣经赶快读完，那我做更详细的解释。现在我在讲的时候也是讲得很快，每一个章节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将来当我们把圣经的大部分我们讲过了之后，我再做一个更深入的介绍。我真的是希望回过头来，不管从旧约从新约，我们从头再来看一看。如果从新约来看的话，我们来看看说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讲耶稣的家谱，路加福音第3章也讲到了耶稣家谱，可是他是反着来讲。我们怎么能明白说这个在哪里记载，那个记载？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，我们读到了我要举目向山，好像在那里读过了。对，圣经上就是这部分有出现2次。我们看到真的是出现2次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能够记住了，那才是真正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品尝了之后，你真正知道它的味道。有人喜欢喝红酒，一喝红酒知道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哪一年份的，都能明白，对不对？红酒很好，对身体好处。圣经没有不允许喝酒，但是他说你不要酗酒，这个很简单的理论。酗酒就是喝比较强烈的酒，但是喝红酒对身体有好处。就像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说，你的胃不好，最好能喝一点点酒。可是当时的时候，那个是酒什么？就是葡萄酒，真正的葡萄酒，而且都是自己酿的酒。就像我们唱的诗歌，也和自己喝葡萄酒，葡萄的酒酿的酒，我们自己喝自己葡萄酿的酒，那是最好的，而且觉得没有防腐剂、没有色素的，是最安全的。会酿酒吗？很简单，葡萄酒很简单，我会酿这个酒。有足够的话，我们可以酿酒自己来喝。真的葡萄酒很好但是不要喝太多，每天1小口就好了，不要喝太多，对身体好处很多。我讲到外面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回过来再看看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？我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讲2个不同的，一个是我的心，一个是我们的心。我的心先检视自己，我们的心是我们来检视教会的，我们检视所有在我们身边的人。所以我讲2个，没有我不可能有我们，有多数的我才会成为我们，单一的一个人不是我们。所以我们是从我开始，这件事情来看，我们就更能明白什么事情从自己检验开始，而不是去检验别人。我们看自己，没有对不起良心；我们看自己，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这里我们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，那才是真正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如果真的在神里面，我们就会尽力去做。我们会往义的方面去做，我们会往好的方面去做，我们会看着别人的好处，我们去做。为什么？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，罗马书记载的，先求别人的益处，不要先求自己的益处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罗马书8章28节，是这么记载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说，神给我们的旨意。一个重点，一个爱神，第2个爱人。
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神爱人，像耶稣一样的，像耶稣一样的，不是人情的爱，也不是情欲的爱，而是真正的以耶稣的行为做这种爱心，这才是真正的爱人。你不是跟人家计较说，哎，我要怎么样做，我要怎么样做，哎，你怎么不做？不必跟人家计较，你可以默默的做。帮助人不是要到处炫耀啊，到处炫耀没有用的，因为你真正在帮助人的时候，神跟你看见，神都看见你在做什么，他给你记下来了。到那一天审判日子来临的时候，他就根据那生命册上还有另外一个那案卷展开了，那一卷要来审判我们。这是启示录第20章所记载的，让我们明白说，每一个人都有最后的审判，不是没有。有很多人就是在现世已经受到审判，因为啥什么？他行了不义的事情，就会受到律法的审判。如果他做的暗中没受到审判，将来什么？在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。那睡着的人都要起来接受审判。我们看启示录20章，你可以很清楚。启示录很难懂，可是当你读了之后，要多读几遍，你才能明白他所讲的审判不是凭牌来的，而是真正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，到最后的日子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对法利赛人怎么说？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，你不要以为说你想要求我可以收容你们，将来审判的时候也是要凭你所做的来审判。所以罗马书第2章第2节、第6节、第8节都讲到了，一个神要按照他公义审判的，一个是神要按你的行为来审判你，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，在行为上、言语上，我们的所做的、所为的一切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遵守神的命令非常重要。什么是神的命令？就是他的诫命，记载在旧约里面。我们从出埃及记的10诫看到，这个命令是这样来的。然后我们接着看到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所记载，它声明了神的命令是什么样的，让我们警醒，来谨守。在以西结书、约书亚书都说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再来看到了箴言，特别提醒我们，神的话语是多么重要。当我们来警醒遵守的时候，你不但可以救自己，还可以救所有的你的人啊！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箴言是绝对的告诉我们你该怎么去做，我们就要遵行，这就是神的命令。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命令，按照圣经上所讲的这些律例典章来做，他绝对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，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人绝对会遵行；一个不住在神里面的人，他绝对不会遵行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，他知道也不会去做，他的无必要。所以有人在指责基督徒的时候，特别说：“哎，你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样子？基督徒怎么可以做那样？”记得我讲过吗？你可以问他，他说：“基督徒应该怎么做？请你告诉我。”然后请你告诉我，你不是基督徒，那你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反问过来，啊，不必客气。有人要指摘人的时候，那个嘴巴真的非常的厉害，但是我们也不必客气。耶稣也没告诉我们说可以容忍这样的，所以在不正确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矫正它；不正确的地方，我们不能容许它；不正确的地方，我们不能妥协。这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很容易妥协，啊，没关系的，这一点点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当你妥协之后，已经陷入了罪的陷阱里面。所以绝对不跟这种妥协，这才是真正基督所应该做的，所应该走的道路。我们知道，要遵行神的命令，绝对不能跟邪恶妥协，绝对不能跟谎言妥协，绝对不能跟不义的人妥协。我们知道，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生活上，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，
特别是身旁的、周遭的很多事情，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去拒绝。可是我有个原则，我曾经跟别的教派的人，我给他答案是这样的：我说，第一个，我不愿意说谎；第二个，我不可以说谎；第三个，圣经说不可以说谎。那你总该给我答案。我说我已经给你答案，我不想骗你，所以我不说，我已经给你答案。这个原则是这样，我有这样的坚持啊，我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当然人家不高兴，没关系，不高兴让他不高兴，总比你说谎害人还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以为在帮助人，其实不是在帮助人。当我们说话帮助人的时候，可能害了他，也害了我们自己，无意中变成了帮凶。那这是得不偿失的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，在任何事情上，我们自己先想清楚，我们是不是遵行了神的命令？我们前面所讲的，不说谎话，这不说谎话是圣经里面记载的。我们从哪里开始看见说谎话的例子？从创世纪就看到，当该隐杀死雅各的时候，神问他说：“你的兄弟雅各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？”哇，一点爱心都没有。你不照顾你弟弟吗？哎，这你的兄弟啊，这是说谎的开始。所以该隐他回神的话：“我岂是看守我兄弟？”已经说了谎。神告诉他说：“你弟弟雅各的血从你地里向我控诉。”哇，这下他吓坏了。神都知道他杀了他弟弟。我们从这里明白，你暗中的事，暗中所做的事，神在日光之下要跟你显明出来。你不管做了什么事情，神绝对不会饶恕你。神在你所做的上面，绝对会一个公正的、公义的裁判。他不会随随便便说：“哎呀，把义人当恶人来看，把好人当坏人来审判。”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他是绝对是公义的审判，而且还给每一个人清清白白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诗篇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只要有耐心，我们能够坚持忍耐到底的，一定得救；忍耐到底的，一定得救。所以，当我们遵守神命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受苦，你可能会难过，可能会受到攻击，可能会受到迫害。但是，只要你能坚持到底，忍耐到底，一定得救。我们同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必定要遵守你的命令。只要我们能遵守你的命令，我们成为真正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住在你里面，名也在我们里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加添力量给我们，也赐智慧给我们。谢谢你，恳求你继续带领保守弟兄姊妹们，无论在哪里，有你的平安同在。将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再来唱首诗歌，赞美神诗歌106首，我们站起来唱106首。哦，要为天父上帝。
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、相同、扶持、帮助、赐福、保守众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从今时到永远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祝祷，阿门。